富人最喜欢谈论成功的秘诀，但他们却从未真正告诉你，他们究竟是如何赚取财富的。你或许会觉得他们的成功秘诀就像一碗温暖的鸡汤，温暖而充满智慧。然而，今天我将揭示一个真相，一个让你大吃一惊的真相。他们的财富之路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加阴险。1. 芒果骗局。这曾是特斯拉用过的一个面试题，是曾经在一个商人身上真实发生过的故事。有一个村子，村子里的人都是不爱吃芒果的，现在你手里有大量的芒果要卖给他们，你会怎么办呢？现在告诉你那个阴险的商人是怎么做局的。商人每天都去村里大喊，谁家有芒果呀？我要大量的收购。商人刻意制造需求，在商业思维中这就叫无中生有。商人每天都去收购芒果，每天的收购价格都不一样。第一天收购10元，村民不知真假，试着给了一个芒果，商人果然给了10元，于是全村的人开始去找芒果。商人每天起价1块，第2天11元，第3天13元，第4天14元，每天只涨1块。在商业思维中，这叫惯性思维。到第5天，村民就会有惯性思维，然后就会有人抢在你面前把14块的芒果都买走，想在第6天按照15块的卖给你，赚取1块钱的差价。市场经济中，你要的就是这种人，必须让这种人赚到钱。因为一旦有村里的人通过倒卖芒果赚到钱，就会有一堆人跟风的。商业思维中，这叫抛砖引玉。这天，商人有事回城，他的助手对村民说：“我偷偷把老板的所有芒果按照10元的价格卖给你们，等商人回来，你们再以15元的价格卖给商人，你们就发财了。”村民疯了一般砸锅卖铁凑够钱，将芒果全买了回去。助手带着钱走了，商人再也没有回来。村民等了很久很久，他们坚信商人会回来，以15元买他们的芒果。终于有人等不及了，毕竟芒果不吃就会坏的，他们就以3块钱的价格卖给了隔壁小镇的商人。其实隔壁小镇的商人也是那个阴险的商人，所以他现在有了更便宜的筹码。故事到这里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因为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股市，商人就是庄家，芒果就是股票，助手就是内幕消息，村民就是散户。这就是为什么股票会一路走高，然后你会自然的被套牢。他们玩弄的就是人性、贪婪。下半段故事就是另一个套路。半年后，商人总算回来了，说是大病了一场，还是惦记着15元买芒果。村民们感叹商人信守承诺，自认倒霉。商人说：“我的芒果被偷了，你们被别人坑了，我们都是受害者。这样吧，我说话算数，芒果还是15元，先前谁买的还是谁的，我先记个账。”这时候，商人并不满足只卖芒果。如果你是商人，想赚更多的钱，怎么办呢？你发现了有些村民特别想买芒果，但是没钱，于是呢，你就提出可以借钱给他们买芒果。在惯性思维下，这些村民一致认为这些芒果会一直涨价，涨价下去的结果就是村民把手里的芒果抵押给你，还钱回去再买更多的芒果。你不用起早贪黑的去卖芒果，却成了村民最大的债主。在村民还清贷款之前，这芒果的所有权还是你的，左右都是你赚钱，这叫以逸待劳。随着事件的发展，就有一些村民发现芒果其实并不是必需品，没有芒果也可以过得很好啊，还不用背上沉重的贷款。这时你觉得村民这种想法很危险，你担心会影响到你芒果的延续性，于是你给芒果赋予了其他的价值属性。你告诉村里的年轻女孩，一个连芒果都买不起的人不配拥有爱情。于是那些不买芒果的人发现，我之前所有的荣誉，所有受教育的证明，所有奖学金以及其他一切优秀的证明，都比不过个芒果。哪怕他心怀天下，哪怕他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也比不过那些有好几个全款买芒果的男人。于是这些聪明的村民也只能无奈地跟着世俗的车轮向前，对芒果的价值以及它的神圣意义不敢再有其他的想法。又过了10几年，你发现村民繁衍后代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芒果树种植采摘的速度，按照供需关系，芒果早晚会降价。问题是你手里有大量村民抵押的芒果，比如说贷款20元买了芒果的这些人，一旦芒果降到了10元，请问村民还会继续还贷款吗？不会的。所以你想了个办法，
村民把芒果抵押给你，借钱回去叫抵押贷款，那你也可以把村民欠你的钱也抵押出去，这叫贷款再抵押，这样就把风险转移给了别人，你又一次套现离场。当芒果价格下跌了以后，很多持有大量芒果的村民立马紧张愤怒，因为很多村民都是高位上车，贷款还不起了，芒果被拍卖了，之前20块钱的芒果现在10几块钱就能买到，甚至更低。这时你3次入场带着资金去抄底，玩的是不良资产的一套，这算不算趁火打劫呢？于是你手里又大量囤了芒果，你知道想再像过去那样卖出去基本是不可能了，于是你又哭诉，向村里人拉你一把，村里也在研究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前段时间不是把私募炒芒果基金给打开了吗？于是你赶紧把你手里这些不良资产芒果包装进去，至于价格至少翻倍打包卖给私募基金管理人了。于是你第3次套现离场。看懂了吗？这场景你熟悉吗？对，这就是买房背后资本家压榨平民的操作。你是不是不清楚为什么银行可以一直有不断的利息收入吗？因为房地产就是银行最伟大的产品。2. 保险代理员和直销。有位老板只用了一招，今年已经赚了超过3000万元。这种方式有点缺德，不建议大家去复制，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背后的逻辑。这位老板是做五金设备的，他的客户是工厂，设备大概是30万一台，利润大概在5万多一点。这位老板的操作非常的简单，首先他是在各大招聘网站去发布大量的信息，招募销售。如今的市场不景气，生意难做，人家招募的销售能给到5万元的底薪已经很不错了，而他直接给出了10万元，这就吸引了很多的业务员来他这里来应聘。底薪10万元是一分不少，但是他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有1个月的试用考核期，就是卖出去5台设备就能够正式的录用，如果卖不出就直接被淘汰，同时只能发到1万元的试用期工资。就这样半年的时间，他一共找到了400名业务员，卖掉了600台设备，直接就做到了1000万的利润。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不到30人达标，大部分人只能够买到2到3台设备，而没有达标的直接被淘汰，而恰恰是这些被淘汰掉的人几乎给他创造了所有的业绩。虽然这样看上去有些缺德，但不得不说这个老板的思路是真的将借力这个东西发挥到了极致。所以当我们生意不好的时候，或者不知道做什么生意的时候，关键原因是我们的思维段位还不够。3. 为什么你的东西一直坏？这是一个阴间的搞钱手段，叫阴亲阳道居。美国的苹果、微软、日本的索尼、韩国的三星都是靠着这一手原地起飞，全球捞金。即使到今天，还有无数的奸商在沿用这个局。这个名字出自一个神话小说，叫《搜神记传说》。古代经常闹鬼，于是老百姓就请来了驱魔人帮忙抓鬼。驱魔人团队有2个人，一个师傅，一个徒弟，都穿着道袍，背着短剑，看上去就很专业。到了现场，师傅先是召唤天眼四处看了一遍，发现闹事的都是一帮刚毕业的小鬼，法力都很弱，于是就给徒弟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这种小角色就交给你练手了。徒弟心领神会，立马开始拔剑念咒驱魔。要说这帮鬼还真是不经打，不到1盏茶的功夫就全被徒弟给收拾了。师徒2人收工回到住处以后，师傅问：你今天斩杀了多少鬼怪啊？徒弟说749个。师傅又问：那么之后呢？徒弟回答：肃清亡灵后，又在4个关键方位上贴了符咒，这些鬼怪100年以内丢别想出来害人了。哎，师傅叹了一口气说：你把他们都灭了，那以后我们吃什么？徒弟一脸狐疑。师傅接着说：你知道为什么你成不了顶级的驱魔人吗？干我们这一行有个行规，如果有10个鬼，你最多出局2、3；如果有5个鬼，最多出局1、2；如果有1个鬼，你只要打发他走就可以了。你这样一下子把他们都消灭了，他们不再出来作乱，那我们不就失业了吗？美国加州弗利摩尔有一个消防局，里面有一个灯泡，这个灯泡从1901年一直亮着，亮了120年。生产这个灯泡的希尔比公司，就是因为他们生产的灯泡质量太好，所以在1925年倒闭了。在此之后，美国5大灯泡厂商组成了一个价格联盟，叫做太阳神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就是，所有厂商的灯泡寿命均不能超过1000小时，消费者就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灯泡，那么5大厂商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钱赚了。2018年，德国《明镜周刊》报道，
意大利反垄断权益给美国苹果开出了1000万欧元的罚款，理由是苹果有计划地淘汰智能手机，诱导用户升级无法完全支持的系统，还不提供版本降级方案，借此刺激客户购买新手机。三星也一样，因为类似原因，同时吃了一张500万欧元的罚款。为什么你花大钱买来的充电线没多久就坏了？你的护肤品一停，是不是立马就出现各种皮肤问题？阴晴阳道局的做局逻辑就是在帮你解决需求的同时留下新的需求。你知道，在商业活动中，有问题才有需求，有需求才有利润。凡是喜欢做到100%的，大部分都是科学家，而凡是喜欢做到60%的，大部分都是商人。我记得以前有段时间有个梗说，渣男的钱都是给女生看的，舔狗的钱才是给女生花的。前者在制造需求，只要需求在，关系就一直在，而后者一上来就不遗余力地满足需求。但是需求一旦满足了，那么请问你存在的意义是啥呢？4先赚未来的钱。一位90后没有花1分钱就拿下了一家超市，并且在1个月的时间成功收款150万元。小伙子发现有一家超市地理位置不错，装修也还可以，但是因为每月亏钱，就准备甩手转让，转让费要100万。这个小伙子就和老板谈合作，我今天给你10万的押金，并且1个月后把90万都给你，如果给不了你，我这10万也不要了，这1个月你先交给我来经营。老板欣然同意。然后这个小伙子推出了一个活动，顾客只要充1000元就能够得到1000送1000元返1000元。具体怎么操作呢？充1000元返1000元就算了，还送1000个鸡蛋，最重要是还会得到1000元的现金。老百姓一听能够占到便宜，都蜂拥而至，有1500人立即充值。那么这个小伙如何赚钱呢？其实这1000个鸡蛋是1周领10个，可以连续领100周。老百姓就等于是锁定了近2年的时间，鸡蛋1周10个当然不够吃，领鸡蛋的时候，消费者肯定还会消费其他产品。返1000元相当于是消费者可以得到折扣总价格的10%的金额，直到折扣到1000元为止。这1000元抵扣完成后，可以送消费者1000元的现金，因为这个时候消费者已经在店里消费1万块钱了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小伙子直接收回了150万的现金，换了老板90万。他手上还有60万元的现金流，并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锁定了1500名用户。这个超市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气，你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理发店、餐饮店、健身房已经采用这种方法。要记得，顾客不是要买便宜，而是要占便宜。5. 为什么国家不鼓励太多存款？这是炎热小镇慵懒的一天，每个人都债台高筑，靠信用度日。这时从外地来了一位有钱的旅客，他进了一家旅店，拿出一张1000元的钞票放在柜台，说想先看看房间，挑一间合适的过夜。就在此人上楼的时候，店主抓住了这1000元钞票，跑到隔壁卖肉的大哥那里支付了他欠的肉钱。卖肉的有了1000元，横过马路付清了猪农的猪本钱。猪农拿了1000元去付了他钱的饲料钱。那个卖饲料的老兄拿到1000元，赶忙付清了他的嫖妓的欠款。有了1000元，这名妓女到旅馆付了他所欠的房钱。旅馆店主赶忙把这1000元放到柜台上，以免旅客下楼时起疑。此时那人正走下楼来，拿起1000元，声称没一间满意的，他把钱收进口袋走了。这一天没有人产生什么东西，也没有人得到什么东西，可全镇的债务都付清了，大家很开心。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？现金是要流通才能产生价值，而经济永远存在炒作。还有另一个搞笑的例子，2个经济学的学生走在路上，然后看到路边上有一坨屎，A对 B 说，你把这坨屎吃了，我就给你5000万。那个 B 为了钱毫不犹豫地吃了一坨屎，也爽快地掏出5000万的支票给了 B。 他们继续走着，但是心里都有了一个疙瘩。 A 心想，他就吃了一坨屎，我就给了他5000万，真不值得。 B 心里想，我吃了一坨屎才拿到5000万，真不值得。突然在路边又出现了一坨屎，于是 B 要报复 A 说道，你要是把这坨屎吃了，我也给你5000万。 A 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弥补损失，于是毫不犹豫地吃下了这一坨屎。但是2个人回过头来想想，又觉得不对劲，2个人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却一人都吃了一坨屎。于是他们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们经济学的导师，导师激动地喊道，
天啊，你们知道你们刚才做了什么吗？你们就在刚才创造了1个亿的 GDP 啊！所谓 GDP 就是国家生产总值。在第一个故事，一张1000元钞票转了5次账，所以创造了5000元的 GDP。所以如果市场萎靡，比如现在市场不好的时候，人民一直在存钱，市场就会越紧缩，你就越难赚钱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一直鼓励我们消费，如果我们不消费，他们就很难割我们韭菜。我们要更明智地管理自己的金钱和消费习惯，通过理性的消费和财务规划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自己的财富，不容易被他人操控。在这个信息充实的时代，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财务和投资，以便更好地为自己的未来打算。所以，让我们保持警觉，做出明智的金融决策，不容易被他人割韭菜，而是成为自己财富的主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